这个是白色颜料，调的是白颜料。OK， 这个时候你看调什么？调藤黄调点藤黄，对吧？藤黄加上我们加上整支笔的2/3加到整个笔的2/3是藤黄。记得要慢慢的加慢慢的加，你可以吸点清水，你看再慢慢的加，慢慢的去加藤黄。好，加什么呀？笔再沾一点点清水蘸什么？加我们的翡翠绿。翡翠绿加到整个笔的稍微多一点点，比1/2多一点点，有一点淡淡的绿色让它呈现出来，轻轻的调。然后呢，加什么呀？加上我们的，加一点点的这个豆绿你不管它是什么笔，能用就行能用就好。蘸一下我们这个深色这个绿草绿色一样的加一点点绿色，不管什么笔，它能用就行。哎，对，好，继续的，多蘸点绿色这个时候笔尖加一点点的花青，一点点，这就是我们的调色这就是我们的调色记住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的花头的配色我刚才讲了，我这个花头呢是怎么画的花头朝这个下面，你看位置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纸面的左边左边朝下的位置。豆绿怎么会没有呢？你有藤黄，有花青，有它青蓝没有？你有这个颜色吗？这个颜色你有没有？藤黄，你有它青蓝没有？2:1的色配出来的呀。然后你看这个呢，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画一个圆形的圆形的小花头。你看今天花头怎么画？看我确定几条线，第一条线在这儿，一个圆形一下，叠在一起2下，往下。大家可以截个图可以截一个图，这几条辅助线非常的重要，可以先截图，把这几条辅助线截下来这几条辅助线很重要，先截图，截完图打一个1，对，我们也打好打1，大家随便吧，都可以截完图打一个1。你们只需要按照我的截图顺着这条线去加瓣，准没错准没错。好，然后你看，我们先确定一个花瓣，然后你看好了咱们你看随便找一个地方，你看这个笔这样，看我的手指头轻轻的捻一捻它，你看手指头轻轻的转动一下，这个小手指它是可以轻轻的转动的。好，请看你看好我的手指头，你看笔尖点在中间这个地方，你看点一下，你看轻轻的一下，小一点，一下，是不是就出来了一个小瓣？理解了吗？点一下把这个小瓣给它点出来。你觉得它旁边的颜色不够深呢？你看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加一笔下来，是不是就好了？能理解吗？是不是就出来了一个单瓣？然后呢，我们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你看蘸一下花青，我只要保证每个人画能够画出来就行。然后你看另外一边你看笔尖向这个地方连起来，按一下，小小的点，你看点过来一下，你看分几下把它往下面弯，
是不是又出来一个花瓣？一半一半的去压啊，一半一半的去压。再蘸一下我们这个，你看绿色，蘸一点花青。所以从一开始呢，大家把这个花瓣的截图截对就行了。然后你看啊，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你看，按一下，笔尖点一下下，哎，小小的过来啊，你看小小的，对吧？对，不用问的啊，都在课里。对，这个是不用问的。直播间你们看到的任何作品都将在课里，用的是宣纸，5号链接的宣纸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蘸一下花青，然后你看旁边这个地方，你看笔尖在点按进去，你看按进去啊，按进去，你看，往里边压，覆盖过去，看见了吗？你就把它覆盖过去就完事儿了啊，覆盖过去就完了，理解了没有？盖过去没关系的，不用担心，也不用害怕。觉得脏了呢，你看用这个纸巾擦一擦，就干净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再蘸一点我们的绿色，蘸一点花青在笔尖儿，就是把每一个笔尖都给它加上去啊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怎么加？笔尖在这点一下，你看，一下，按下来，你看笔慢慢的转过去啊，你看再来，你看分几下，对吧？如果说你一次性加不过来，你就分几下啊。终于换颜色了。没有吧？再蘸点，你看这个绿色多蘸一点，加点花青在笔尖啊，在笔尖，就是你行笔速度可以稍慢一点，其实没关系的啊，没关系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我再点一下，你看笔尖向里边按进来一下，慢慢的你看去按大一点儿，往里边按，你看。对，这心里的笔法简单啊，其实是简单的，因为我把这个步骤呢分享给大家，会比较好理解一点，是不是很好理解？分享给大家一些简单又好学的内容，我就是你们学了这个之后，其实画很多东西你们都可以。这款也是比较基础的，蘸一下花青，对吧？你只要把笔尖对着画，你看像这个地方，你看。你看笔尖对着哪？你看慢慢的按过去，看到没有？轻轻的去按压，你看，按压一下，按压一下，你看按过去，按一下，你看，是不是？晚上好，轻轻的去挤压就对了，是不是好理解的？你看再蘸点藤黄，蘸一下翡翠绿，蘸一下我们的豆绿色。其实你们只要把第一条这个线的截图拿走啊，剩下就没有问题。你们可以跟着我们这个线去走。你看，继续的，你看这个地方啊，你看第一步先按压一下，第二步按压一下，第三步你看按压一下，慢慢的去按压啊，你不需要一笔到位的嘛，慢一点没关系。你看，小一点。看见了吗？是不是很多的小瓣就出来了？对不对？小花瓣是不是出现了？呈现出来一个小瓣瓣啊！而且你看啊，又简单又好画，只要把笔尖对着外边就行啊，笔尖对着外边就成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蘸点花青，你看啊，这个地方向里边折一下啊，向里边看这个地方，向里歪怎么歪？其实很容易，你看把手腕折过来，手腕折过来，然后你看笔尖朝这儿，按过来，慢慢的转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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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一下。好，咱们笔过不来了，好，你看在这补一下，你看，对吧？笔补一下就行。你看你实在折不过来，那也没有办法了呀。实在折不过来，我们要硬掰吗？好像不用这样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花瓣是不是就又有了？好，再蘸一点我们的藤黄，蘸一点绿色，蘸一点这个，你看豆绿，蘸一点花青。你看下面这个卷瓣啊，下面这个卷瓣，你看把这个笔尖啊朝下面走一走。这个笔尖朝哪？你看这儿啊，点。你看慢慢的过来，一半过不来，你可以过2次，
就是一半过不来，你看可以再过一次，对吧？过2次滑板就好了，是不是就出来啦？能够理解的或者能听明白的，请给主播呢点个赞，截个图好吗？谢谢。如果你能够听懂的，给主播点个赞，截个图，或者是给我刷点小红心也可以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如果能听懂的话，对，就截个图。好，我想在这个地方呀画几个打开的滑板，包括这个地方，你看这个滑板我打算是这样子的，向里边点凹进来这样的滑板啊，凹起来的滑板。这个地方呢，你看我想再加一条线啊，就加2条线，然后你看笔尖蘸一点花青啊，笔尖蘸点花青，然后呀，在这个小瓣瓣这儿，你看笔尖点一下，按一下，小点一下啊，一个小瓣。你看在这个地方中间尖一下，你看，再来一小瓣，中间接一个小瓣啊，接一个小瓣，这就是我们的细节啊，花瓣的细节。但是道理都是一样的，你只要这个笔上面这个尖尖，你看尖尖对着这个尖尖对着哪里？对着这个地方，你看细一点，是不是就有了？尖尖给它点的细一点啊，就出来了。这样呢，我们一个基本的花头的一个走势啊，一个动态就有了。那如果说你希望这个花头更加好看，那么我们的花心处可以修啊，可以修。那么我们先画外围啊。你看好了。现在进行第2步啊，修饰我们的花瓣，笔蘸一下我们的藤黄，之前活动基础课还有吗？你想要呀？可以呀，想要我给你开一个。对，画了1朵了吗？还没有，你想要我给你开一个，好吧？蘸一下藤黄，因为保姆课可以跟我换。阿宝，我在睡觉。藤黄，他白天累了，这2天。好的，那你稍等一下啊，蘸一下我们的翡翠绿，蘸一下豆绿啊，蘸一下豆绿色，然后蘸一点花青，蘸一下花青，一点点花青。然后大家看这里啊，你看我们蘸完花青以后怎么画？这时候认真看，中间不管啊，中间不管。你看好了啊，你看我们下面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我们找什么面？家人们找什么？是加也可以，不加也可以。我们找这个什么面？光滑面，对不对？能看到吗？能够听懂打个1啊。光滑面找到，你看我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光滑的面，描下来。看见了没有？先找一个光滑面啊，找光滑面的时候，你看向下盖一盖，把每一个的光滑面给它先盖住，听懂了吗？把每一个光滑面给它先盖住，好吧？对，盖住光滑面，好不好？能理解不？你看这有一个光滑面，你看，对吧？咱们把每一个光滑面给它盖起来，好不好？明白啊？你就负责把每个光滑面盖住就行了啊。每个滑板都有光滑面，用花漆去盖。你看，光滑面，你看，给它压下来，对吧？每一个光滑面都给它盖住，你看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再来笔蘸点花漆，你看这边这儿有个光滑面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每一个的光滑面，咱们就找，你啥也不管啊，就找。你看这里又有个光滑面，是不是简单一点啦？这还有光滑面，啊，你看，对吧？我们就找面啊，别的不管，你就找面就行。你看，找面啊，找啥面就行，找光滑面，知道吧？你看，就找光滑面，家人们啊，听我的没错，找光滑面，好吧？你看。然后就会越来越满，这个地方也会啊，还差个光滑面，你看，
理解了吗？每一个的光滑面咱们给它找出来就行，每一个光滑面给它找到。好，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的光滑面都找完了。这个时候基本上啊，咱们的光滑面找完，你看在颜色比较浅的时候，你看在这里加一条线，你看这儿我你看再画一条线，你看哎这样子卷上去。我加几条线给你们看好不好啊？啥是光滑面？就是你看这个地方不是弧线的吗？这里是波浪线的，知道吗？这个叫光滑面，这个叫波浪面，好不好？你看我把这个线一下给你们看，你看哎点一下。这个滑板我们是要画成这个造型的啊，画成这个造型，知道吗？这样能理解吗？画成这个造型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找用笔啊，找用笔。好，毛笔稍微蘸一点点清水，你看我基本上没有沾水，一直在画。笔蘸一点铜黄，蘸一下翡翠绿，蘸一下我们的这个豆绿色。豆绿是铜黄加碳青蓝调的，比例是铜黄为2，碳青蓝为1，加一点点什么？一点点花青。加一点点花青啊！你看这个时候怎么画？找完光滑面之后来找什么？找空缺啊，找空。这是不是有个空啊？你看，点一下，你看，哎，来填空啊！找完光滑面，咱们来填空，把每一个小洞，你看白色的部位给它盖起来。理解了吗？是不是简单很多呀？听懂了给主播打打1啊，或者可以支持我一下都没关系啊。你看。找完光滑面之后去填白色的洞啊，这儿有个洞，你看我给它盖起来，这儿有个洞给它盖一下，对吧？找完光滑面咱们就找洞嘛，你看这个下面也有白色，你看有洞，你看给它盖起来。颜色少用一点花青啊，如果你觉得你的纸阴的厉害呢，你可以看一下链接5的这一款嘉轩，它就是可以达到这个不阴的效果啊。你看加一下。所有的小洞都给它盖起来，对吧？每一个小洞口安排。你是说这个课程吗？这个课程安排在210的课里边啊，安排的。然后你看，哇，今天晚上的这个人数也是210啊，跟我们的课是一样的啊。对 ，OK， 继续。然后你看我下面这个小空缺。你需要的保姆课我给你安排好了，你看，对，可以去就好了。你看这个单瓣啊，你看像这个小边，你看，哎，点一下，按向里边折一个小瓣，记得把空点起来，是不是简单很多？把空连起来，你看，是不是每一个小空都被你盖起来了？向里边加一加，对不对？每一个空缺都被你盖住了。单瓣不就出来了吗？上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。哎，好的，谢谢支持啊。然后再蘸一点什么呀？蘸一点铜黄，蘸一点我们的翡翠绿，蘸一下我们的豆绿，蘸一点花青，一点点花青啊。你看这个时候怎么画？我在这个地方卷瓣，你看啊，哎，找到光滑面之后，你看啊，笔尖点一下，在光滑面这个位置上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笔，你看像我这样。按下去，啊，滚过来一下啊，不用写，没事，这有啥呀？你看，就滚一压就出来了。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你看按一下，你看，把它合一下就好了，理解了吗？把它合起来就好了啊，合一合就出来了。这个时候，花青出来，墨色没阴，黄色也没阴，可以啊，厉害呀！蘸一下这个，谢谢。蘸一下我们的花青一点点啊。然后你看这个单瓣，你看啊，给它盖洞，点，哎，你看向里边盖，按一下，你看，每一个小洞给它这样盖起来，可以换的。你等你画好了可以跟我换啊。那我多少人跟我换过了？这你还不放心啊？看到了吗？多少人跟老师换过了已经？单瓣，对吧？这个单瓣是不是就出来了？然后你看，再蘸点花青，给它调整一下啊。你看这种小瓣颜色不够深，你可以勾一下呀。换的时候呀，你尽量早一点换就行啊，尽量早点的换就行。OK， 这个花青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单瓣不就出现了吗？
然后你看下面还有一个缺口，我们继续加啊，继续加。就是你的毛笔如果很干的情况下，蘸一点藤黄，蘸一点我们的这个翡翠绿，蘸一下这个绿色，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你看，对，你看这个单瓣，你看这个小卷瓣啊，你看笔尖点一下，向里边滑，给洞给它盖起来，你看，笔你看轻轻的滚过来，按一下，对。那你以后都可以看的，这个没事的啊。你看笔尖点一下，哎，小卷瓣向里边又压出来，理解了吗？是不是压出来了？你看反过来填空，对啊，反过来填空，你看又一个小花瓣被你盖住了。你想修饰一下，其实很容易的，笔尖加点深色，你看像我这样勾一下就好了。笔尖加点深色，勾勒一下就好。然后下面这个卷瓣，你看一个大瓣怎么压的啊？就是如果说你想压一个大瓣，你看笔蘸一下我们这个绿色，然后你看我用这个大拇指把这个胭脂给它碾开，看到了吗？把胭脂给它碾到什么地方？碾到这个碗边上啊，碗沿上。你看，拿这个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加一些在哪里啊？加一些胭脂在这个壁上，你看。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你看，加一点这个，看到了吗？理解没有？加一点什么呀？胭脂在这个地方，好，再蘸点藤黄，那手就脏了，没事儿。蘸一下这个豆绿啊，那您戴个手套就行，戴个手套就行。对，笔根上啊，好，蘸一下我们的花青啊，蘸一下花青。你看这一块的花瓣怎么画？你看啊，笔放这儿，点一下，然后你看。再点一下，你看笔按下来，轻轻的推动一下啊，推动一下。这是5.2的5.2厘米啊，看推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再点一下，你看再往上推一下下，是不是这个花瓣就出来了？也啊，没关系，那你先看好吧，没事的。哎，你看这个单瓣是不是就呈现出来了？你想加大一点，你看像我这样。对吧？可以加的大一点，是不是？不要着急啊，没事，你先看也可以。是不是这单瓣又呈现出来一卷一卷的单瓣啊？你早点换就可以啊。好，笔尖点一下，你看一个单瓣，所以你赶紧学会啊，加一个卷瓣啊。你看继续添，哎，是不是这缺口就出来了？你看，就呈现出来一个啊大瓣，理解了吗？理解给主播打1呀，谢谢。理解给主播打个1，然后你看笔蘸点藤黄，要不要这么画？笔蘸点藤黄，蘸一下我们的这个翡翠绿啊，好，蘸一下我们这个，你看绿色啊，没事，蘸一下我们的豆绿色，蘸一点花青，蘸一点点花青啊。你看，接下来画我们的卷瓣，很多家人们就是说卷瓣画不来，是不是？你看。我到这里加了一条线，看见了吗？加一条线，我基本不加水，6号链接的小号，是的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，你看我点一下，看我的笔，你看笔尖推开，看见了没有？花瓣向上滑啊，向上滑。再沾一点花青，你看，哎，点一下，你看，哎，你看再往上滑，哎，擦，对吧？花瓣向这个毛笔啊，用笔向上滑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花瓣咱们往上滑啊，往上滑，理解了吗？往上滑，就那样子画出来的花瓣呢，它会有这种翻转的质感啊。笔肚子水我第一次就蘸满了啊。你看这个时候，你看我的笔尖儿点一下，你看向上，笔按下去推大，你看推停。理解了没有？笔往上推，然后停一下啊！笔尖朝里边笔尖朝什么呀？朝这根线，听懂了吗？这根笔尖朝线，听明白打个1。就是我刚才不是画2条线吗？你的笔尖往线里边怼就对了啊！笔尖往线里边怼，对，我基本没有蘸，因为我的颜料本来就是湿的。
对，笔尖往线里头去怼啊，去往里边怼。好，理解就好。然后你看，如果你觉得颜色不够深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叠，你看折回去，可以补一下啊，可以补一下，理解了吗？可以补一下，谢谢。然后你看这个旁边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有一条线？看见了吗？我加个辅助线给你们听。你看笔尖在这顶一下啊，顶一下。然后呢，向下边你看点一按，是不是这个花瓣的卷瓣的感觉就有了？对吧？是不是花瓣的卷瓣的质感就有了？可以拍这个吗？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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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管理员在吗？帮一下他们就好啊，可以帮一下。还有1分钟，抓紧时间。蘸一下我们的绿色，蘸一下我们的这个豆绿，蘸一下花青。对，蘸一下花青。你先拍完之后，他去退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然后笔尖朝上面，你看点一下，你看修饰一下。看见了吗？笔尖点一点点往上好，笔尖点一点点稍微修一下就好了啊！你看，那个你拍了88的，你感觉保姆课讲的还可以吗？对，讲的还可以吗？你看这个单把就出来了，晚上好。对，你觉得这个保姆课讲的好不好？谢谢。中间给它添一点啊，凹进来的吧。对，然后你看这个单把，你看向上，笔尖加一下啊，笔尖加一个斑板就好了。加一个单把啊，一个小单把，蘸一点花青。你看啊，点一下，哎，小小的小瓣给它这样卷上去，理解了没有？这个花瓣不就卷起来了吗？喜欢给主播打个1啊，这个花瓣不就卷着了吗？是不是花瓣要卷起来了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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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拍下就行，因为直播间这个架它是好 OK， 这个花瓣就是给它卷起来的一个造型啊。如果你觉得它还不够卷，可以再卷一点。对，你觉得它不够卷，你可以像我这样，你看点，你看哎下来，你看再卷一下，对吧？可以再卷一层啊。对，它是一个漂亮的小卷瓣。学会了吗？这个卷瓣？对吧？一个卷起来的小瓣就有了啊！你看这个卷瓣是什么？朝里边卷的，朝里边卷。那你看，基本上啊，会了是吧？那基本上我们这个花的花头基本就画出来了啊，基本就画出来了。妖孽啊！你看这个花瓣基本就画出来了。然后你看啊，我在里边走一半，看见了吗？我在这里啊加一个小瓣。加一个小花瓣，笔蘸点瞳黄，蘸一下翡翠绿，蘸一下啊，再蘸点花青。要把我收了吗？然后你看啊，又重拍的没关系，很正常啊，重拍很正常啊。OK， 我们继续啊，继续。你看这个单瓣啊，你看笔尖点一下，哎，往上按，因为它要换嘛，换就退给它重拍就行。你看这个小卷瓣往上压一下啊，这个小卷瓣我们压在中间啊，压，哎，好的好的，压上去就行。那么接下来怎么处理啊？看好了，接下来看好怎么处理了啊。这个花头如果画成包菜就平平无奇了，就不好看了。看好了，看仔细啊，我在这里你看加一个单瓣啊，210就有，210是送一个小作品啊，蘸一下绿色，蘸一下我们的豆绿，蘸一下花青，对，蘸一点点花青。你看，对，那你先拍完之后，他会换的，管理员会帮你会帮你换啊。你看，笔尖点一下，你看，从上往下按，看见没有？笔尖点一下，从上往下按，然后你看啊，顺着边边，你看把这个花期给它哎团起来，对吧？包菜是吧？对啊。所以说这个花头一定要你看，给它把这个每一个210没有了吗？哦，你稍等一下吧，我一会儿给你们搞一下啊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花瓣朝里边卷？看见了吗？是不是花瓣朝里边卷起来了？就这个卷瓣的这个造型它是很重要的，
花瓣这个卷瓣造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可以了，210可以了，210可以了啊。然后你看这个单瓣，你看顺着中间填个空，咱们是不是讲过？你看花瓣中间给它把空给它填起来，是吧？花瓣中间把它填空给它盖住。你看啊，这里可以再加一圈，就是你把这个卷瓣给它盖起来藏起来就行。好，再蘸点花青，你看把所有的小卷瓣，你看哎，给它花瓣往上拉，全部给它盖住它啊，盖住它就行。全部花瓣往上盖就完了，盖就完了。你看再蘸一点花青，210可以了，给你们设置好了。你看点往下拉，直到把这个小洞口给它盖住，点一下往上拉，直到你把这个小洞给它盖起来，对吧？对，直到你把它这个小洞给它盖住就行。我们接下来做就是盖洞嘛，蘸一下藤黄。你看我加什么？加点胭脂，稍微多放点胭脂啊，在这个毛笔里边有点微微的发红色，这样呢你整一个花头画起来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没有问题。蘸一下我们的藤黄，一点点的绿色，一点点的豆绿，一点点花青，这样画出来的这个颜色就是里边有带着什么呀？你看，它会带着一点点这个，你看笔尖点往上按一下，对吧？带一点点的这个，带一点点这个色啊，你看笔尖点一下往上翻。对吧？这一块的颜色就明显它是不太一样的，明显就不太一样了啊。然后剩下的花瓣呢也是一样，里边给它抠紧啊，抠紧。你看笔尖点，哎，上去，对吧？每一个把这个小单瓣啊给它抠上来啊，抠上，沾点花青。看到了吗？这样一块的花瓣就比较深。你看这种地方你不好用笔的地方，你就像我这样笔侧过来一下，就是你笔不好用的地方，你就像我这样笔直一侧就行了，剩下不管。你看侧过来把它盖起来，对吧？就稍微侧起来一盖就行。你觉得这个地方你看啊，笔走不惯，你就像我这样随便盖点洞就行，随便盖点洞就好了啊。然后你看毛笔蘸点啥？多蘸点胭脂，直接画成包包菜。画成包包菜没有问题，但是包包菜就没有提高的内容啦。蘸一点，你看什么？胭脂啊，多蘸点胭脂，来一点藤黄，一点点藤黄，一点点绿色，一点点绿色，一点点的花青。你看我里边的花瓣怎么画的啊？你看我顺着这个地方点，把所有的空位，你看。任何空位用胭脂给它盖起来，就是有空位我就用胭脂盖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所有带空位的地方我用胭脂盖，藤黄加点绿色，加点豆绿，加点花青。所有的胭脂的地方啊，空位我用胭脂盖。笔里还有底色，还有我的一个底色可以画完整个花头。你看。你只要下笔轻一点，你看你的一个底色可以画完整一个花头，理解了没有？你的一个底色可以画全部花头，对吧？花瓣给它卷起来，再沾点花青，喜欢是吗？你看这个地方，哎，一半一半向里边折就行，向里边折，哎，藤黄沾一点绿色，沾点花青。所以说里边的花瓣啊，你给它压实它就行，哎，点一点点。对吧？里边的小花瓣给它压实一点啊，实一点。你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种圆瓣也可以，对吧？你可以加圆，这个无关，这个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啊。你看，小卷瓣向里边，哎，一夹，向里边一夹，夹出这个小卷瓣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有一个小礼物。好，你看，笔尖顶着它，你看，给它折回来，全部给它折起来，这样它的一整块颜色呀，就是深深浅浅的。好。点一下，按一下，向里边折上去一下。这是一个绿色，是太清来的藤黄调出来的，太清来的藤黄去调的啊。对吧？往上整一块翻起来。
最后把这个小孔一盖就行，点向里边一带，哎，好了，这样呢就是我们一个带一个打卷的花头就出现了，喜欢的话点点赞，谢谢。这个花头是带卷的，对，这个花头是带卷的，它里边是折起来的，折起来的。你觉得颜色不够深，可以像我这样去调整一下啊，里边有一些深色卷瓣都可以，里边有一些深色卷瓣都可以，喜欢就好喽。对吧？给它叠一叠，叠一叠啊，再用点花心可以提个色，比如这种你看空白的地方，对吧？叠一叠，这样一个凑合聊天吗？这样一整个花头就出来了，理解了没有？然后呀，你在旁边需要调整的地方啊，需要调整，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大瓣啊，这么大的瓣拉出来，这个瓣加多长呢？看这里啊。我毛笔清洗掉一点点了啊，你看这个瓣我加多长？你看我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瓣我加那么长，知道吧？这个瓣我把它加了这么长，就加这么长。然后这个调色该怎么调？你看毛笔清洗一下啊，我会把毛笔清洗一下，这个花头很小的，毛笔清洗一下。清洗完了以后呢，笔蘸一下白颜料啊，清洗完了以后笔蘸点白颜料。然后加点什么？蘸一点胭脂，没有为什么呀？因为好看呀。笔尖稍微多放点胭脂啊，你看，甚至可以不用太干净，有点脏脏的都可以。你看啊，笔尖有这么一块也没事，脏一点的啊。好，蘸一点藤黄，对，稍微脏一点都没事。你看，然后补点藤黄，蘸一下我们的豆绿、翡翠绿，蘸一点豆绿，蘸点花青。好，你看啊，对，光感是不一样。你看这个边边上，你看要怎么画的啊？笔尖点一下向上，你看，哎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花瓣是这个样子的，学会了吗？它是带一点什么呀？这种绿色的，对吧？然后你看这个边边上，你看我点到这儿，你看，哎，对，是这个效果啊，折上去的啊。好，向里边填一下，你看这个单瓣，哎，一合就行。对啊，所以我说用点这个胭脂，你看我可以还能去补一下，你看，哎，对吧？去补一下啊了是吧？谢谢。调几个绿色的瓣在里边折进来，对吧？带点绿绿的啊。好，继续下面这个地方再加一个瓣啊，加大一点。明白了没有？蘸一点藤黄，你看我再补点胭脂，有点脏脏都没事儿。加点藤黄，加点我们的绿色，加点胭脂，好看。想念这个了。你看这个地方的花瓣，你看加这儿，加这儿，怎么加？你看好了，很重要。你看我在这儿加一条线，这么长就够了，加条线。然后你看笔尖向这按一下，你看，哎，对吧？一按一躺，你看向这边边上，你看一点。主要是我讲的能够让你们能听懂就最好的，是不是小小的一个小瓣啊？对，主要是你们能听得懂就最好。你看这个地方添一下下，按一下下，一个小瓣啊，一个小瓣。你看另外一个小瓣，你看啊，笔尖向这儿点一下，合回来，你看，哎，躺下。学会了吗？学难的是吗？对吧？这样一个花瓣啊，就比较好看。好的，早点睡觉吧，晚安。对吧？这样一个小瓣啊，就呈现出来了，对吧？这样一个小花瓣啊，就呈现出来了一个豆绿色的欧笔啊，
然后整一个画完以后呢，你看都熬夜了，整体的花瓣再调试一下，好，蘸一下我们的再蘸一下我们的绿色。知道的人就知道，不知道的人你跟他讲他也不明白的啊，这个没事儿。你看解脱了，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一个小瓣啊，加一个小小的瓣，向里边你看弯过来，哎，一个小瓣是吧？再朝这你看再添一个瓣瓣，这个花瓣我们是朝上的，带个钩啊，带个小钩，对吧？花头画贼老大了啊！你用把它圈出来，你不要给它使劲的往外画就行。好，添几个，你看这种浅色版啊，添几个。对对，会回答的很无语的，就是知道的人就知道，不知道的人讲了他也不知道，一样的。蘸一下我们的绿色，蘸一下花青。你看，你继续加啊，你看这个单瓣啊，你看向里边去给它折起来，这样就是绿色配红色。谁说红配绿不好看的，对不对？你看。向里边点一下，弯过来，哎，对吧？一个小瓣啊，向小瓣去点，哎，多点几个小瓣啊，朝下，再卷一点点就可以了啊，这样一个花头就可以了。它是一个朝里边卷的花头啊，喜欢可以点点赞，打个1，截个图啊，截个图。就这样的话的话，你的风格就。你每天都在一个创作的过程中，对，对你这样画的话，就每天都在创作，而不是说包包菜啊，对你每天都会就是在创作的感觉，而不是说在重复的做一件事情。这个花头就那么大，很小，很小，对，花头很小，花头特别小。然后呢，你看啊。咱们这个毛笔啊，蘸点啥？谢谢。毛笔蘸点胭脂，你看啊，毛笔蘸点胭脂，干嘛呢？你看，我在这个地方，你看用胭脂去盖起来，看到了吗？这是用胭脂盖的，家人们，用胭脂去调整，用胭脂去盖啊，用胭脂去盖。这个胭脂你盖完之后呀，用白色加上我们的3绿去画，好有创意。白色啊，加点3绿。几点吗？我刚开播呀，刚刚开播。白色加点3绿啊。谢谢。蘸一下我们的3绿啊，白色加点3绿。你看我们来画什么？对啊，其实我跟不是，大家不是昨天晚上说让我休息吗？我们继续的啊，继续。这个地方的花心儿我们怎么画啊？记住啊，朝一边走，你看，朝这上面走，你看花心啊，你看，哎，一个圆形，看见了吗？因为我们里边加了这个啊，加了胭脂，对不对？因为里边啊加了胭脂，没有，只是这个房到了就到期了就该装了。你看一个花心啊，你看笔尖1、2、3啊。你如果去上一个类似的大学呢，你学什么都很快了。对，你学什么都很快。晕倒，我只是要提早把它装起来而已。对，以后就可以住啦。OK， 这样就是一个小花心啊，小花心。然后你画完花心以后啊，你去蘸一下，就是等它干。等干就行，等干就行，别的不用管，等干就行。你就等干，别的不用管它啊。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叶子，好吗？对，然后画一下叶子。这个花头很小啊，这个花头比较小，它不大。这个花头啊比较小啊，叶子是的，柿子啊，对啊，蘸一点花青，蘸一点花青。你看，我们来画点叶子，好吧？嗯，
来，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花是构图是什么样子的啊？因为构图在我们整一个就是所有的内容里边，构图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的作品好不好看，是不是灵活，取决于你的构图，知道吗？对，你的作品好不好看啊，其实整体取决于你的构图。就整体来说是取决于你的构图来决定的，就是你的构图不好看了啊，其实都没什么用。画头再好看，构图不行也是浪费，沾一点3绿，明白了吗？对，嘉轩的，是的，小包菜吗？这个不小，很久是多久啊？好几年吧，好几年。对，工笔，然后是工笔、山水都可以画，工笔、山水，人物都可以的。对，上的就是这个学嘛，人家念的就是这个书，吃的就是这碗饭。蘸一下啊，蘸一下我们的胭脂，蘸一下胭脂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主要就是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呢，蘸一下赭石。我把这个枝干的配色跟你们讲一下，枝干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。首先你看啊，首先我们蘸的是赭石，整一个笔蘸的是赭石。多蘸点赭石，大家感觉我这个花头要怎么画？你感觉我这个花头预备怎么画？蘸一下我们的赭石，蘸一点点花青，可以猜一下，大家有点这种猜的感觉会比较好。蘸一点老墨啊，老墨，多放点老墨啊，多放点老墨，谢谢李思妍，多放点老墨。对，可以关注我一下，你明天还能找到我。关注我，你明天还能找到我啊！好，蘸一点我们这个啊，你看墨汁，我不是火凤，我叫青鸾啊。OK， 那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样一个整体的这个构图呢，要如何去处理会比较美观一点，美观大方一点。就是我打算这个地方呀，你看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你只要认真学就行，一刻顶所有。花蕊，你看在这个地方，我的枝干是这样子，朝这儿走啊，朝这儿走。你看这个地方，我打算穿点左右上角出枝，是的。你看穿点叶子啊，你看这里加一个枝干，我给大家把这个，你看这儿出一个枝干穿过来，嘟到这儿去，往上折，往上折到这儿，然后再想一下是再往上一下，往上翘，然后再往下折就可以了。阿宝，阿宝，过来。好，你看我们继续画啊。哎，好的，哎，好。然后你看，我们小马哥，你是这个啊？我今天看到了啊，你那个保姆课学的还行是吧？学的感觉如何？保姆课。好，你看啊，这个枝干是怎么画的啊？朝这边去，往上预备点横。朝下走啊，翻一支下来，非常好，好的，谢谢支持，对吧？朝下折一支下来，然后呢，这里要留点叶子啊，这个地方你稍微多留点叶子，对吧？加个稍微长一点的干在旁边。对，稍微加一个长干啊，在边边上。然后你看，链接1就是链接2就是一个保姆课嘛。你看向下走，你看穿过这个地方折进来，穿出去一个枝干啊，穿出去一个枝干。然后你看整一个毛笔是比较干枯的情况下，你看，哎，去调整一个老干，对吧？而且这个枝干，这个花头它并没有穿到这个枝干，它得折下来的啊，折下来。所以说我们一会儿需要加完叶子，整一个叶子加好了，才能把这个花头给它顶起来。
是的，包括旁边这个老干啊，旁边这个老干也是一样。怎么样加会比较漂亮？你看这个地方顺着它，对吧？加一些啊这种稍微老一点的枝干，然后你看这一些折干，你看不用不用不用，大家有链接1的你就不用链接2、链接几啦，不用啊。然后你看单的这个，你看老干，你看像这个地方，看笔尖虚一点，对吧？勾勒一下它什么呀？勾勒一点它的这个老干的一个什么皮儿，树皮，你看，哎。对吧？简单的勾勒一下，然后呢，毛笔啊，哎，给它用这个纸巾，给它搓干啊，搓干，对吧？搓干一点，搓干一点，你看。然后你看，这样像我这样去点一点，好，理解了吗？搓干一点啊，搓干一点，这样的画树枝的方法，你看反向去画，会更让就是你们会学得更快一点。理解了吗？反向去搓开这个老干啊，老干给它搓开一下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画叶子了。你看，整一个毛笔蘸一点什么呀？蘸点藤黄，对，会更逼真一点。笔蘸藤黄，毛笔蘸点清水啊，笔蘸清水，笔蘸清水加花青。所以说4尺3开，其实你们在画的时候啊，这个纸张的尺寸呀，你可以无限的调整，只要是横幅的你都可以画。至于它是不是4尺3开的，你可以把它画到3尺里都可以画，理解吗？你画到3尺，你画到圆形的上面都可以用。蘸一下花青，蘸一下墨汁，多蘸点墨汁啊，就是你们拿去就是取一部分的位置都可以用。好，你看啊，这个地方啊，你的叶子是怎么去表达的？看好了啊，哎，往下盖啊，往下去盖，对吧？一部分，不，因为我在直播间里边讲了4尺3开会更好讲一点，比较方便于我上课，理解了吗？但是你们可以把它调整到你这个里边去，你看，对吧？这样一个小叶子就呈现出来了。你们可以去调整去，这个不是绝对的。蘸一下花青，因为你们画大一点或者怎么样，我哪怕画大一点，它就可以画到3尺的里边去了。你看这个叶子啊，朝下走，还有这个地方，你看这个叶，对吧？一个一个的小叶子给它折上去。就是这个地方的3尺画的，对啊，因为你们画的花会比我大呀，对吧？对，就是因为你们的花头一般都比我大，画起来，你看这一串叶子啊，压在这个翘起来，压在下面。一般情况下，你们画的都会比我大一点。藤黄，蘸点墨汁，金金粉、小黄梨没看到。对，就是你们画的会很大嘛，所以说你们就用大点纸好了。然后你看我旁边这个地方啊，这些太美了，喜欢就好啦。你看这个地方笔尖点一下，往下压一把，对吧？这个小叶子啊，它是有各种各样造型的，对吧？这个叶子啊有各种各样造型，但是你要让它，你看在花周边让它生长的美一点啊。生长的让它要美态啊，叶子没有立体感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多喝点水，累的话就先休息啊，小虫子啊，对，亲爱的小虫子，累的话就早点休息。你看这个单瓣啊，从这个地方出来，身体比较重要啊，你看笔尖点一下，内容我给你保存到课里边去，早点睡觉。好，你看添一个这个
小叶填在周边，你看这样加的叶子是不是就比较灵活？发现了没有？它一个比较符合植物的，你看生长方式，这样能理解吧？它这样点的金粉吗？有啊，我看看啊，好，在链接三，你看它这样呈现出来这个纸面上，哎，它就会看上去啊，对，它会比较的好看，它是铺上来的。花头，你看朝这一边啊，你看点一下过来，蘸一点铜黄，再蘸点胭脂，铜黄蘸点花青比较绿，加一点胭脂。你看这个单瓣是怎么画的啊？你看，向这边回手掏啊，你看折回来，点一下，1、2、3，对吧？加一个小叶，对，是金墨不金粉啊。向上啊，向上加几个，你看这种小叶子，小花萼啊，你看，哎，啊不是小花梗啊，添一下啊，添一下，添几个花梗出来。然后呢，毛笔啊蘸一点啊，对，早点睡觉啊，然后蘸点什么呀？花青多来一点，蘸点胭脂。你看这个叶子啊，点在这儿，笔尖点一下，按下来。稍微厚实一点，把这个叶子点的，对吧？把这个你看啊，花瓣这个叶子稍微加的厚实一点，颜色不要太薄，太薄的话它就覆盖不住了，它覆盖不住下面。你看这个地方，点一下，2下，对吧？点几个，你看这种小叶儿，这个地方添1片出来就够了。对吧？添1片这样的小叶子，你看这样一串一串的叶子就表现出来了。再蘸点花青，颜色比较深，对吧？再蘸一点花青，朝下面压几个瓣，蘸一点花青，把它包裹起来啊，多包裹起，多包裹一点啊。你看这个花瓣，你看朝这儿，哎，压一半下来。对吧？压一压，这样呢一整块，你看花瓣的花头造型就呈现出来喽。每天几点？晚上吗？7点左右啊，7、8点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这样一个造型就出来了？朝里边卷啊，朝里边卷起的花瓣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再朝这儿，你看可以添一笔出来。这个毛笔啊，蘸一点铜黄啊。昨天那个正在上传中，不要着急。铜黄加点花青，昨天那个反正只要是你们看得到的，它都在里边啊，都在里边。你看这个地方，笔尖点一下出来一个枝干，你看，所以我为什么要留出来这样子？看到了吗？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位置留出来？是为了加这个叶子嘛？对，吸引过来被这花叶子，喜欢就好啊。喜欢就好，对吧？它这个你看叶子就是朝这边折的，朝这边折，蘸点花青，加点墨汁，你看，对吧？一组组的小叶子啊，给它夹起来。多放点藤黄，多放点藤黄，加点花青。所以说构图它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整张画面能不能啊给它画的好看，其实取决于你的构图啊。你看笔尖点一下，点往下按，翻上去，是不是啊？朝上面翻，这个地方你看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啊，一个小单叶。对吧？穿出来这个枝干，注意前后关系，注意前后关系啊！蘸一下花青，多蘸点墨汁啊！你看，谢谢，很鲜活是吧？继续的啊！你看这个地方，
对吧？点几个小叶子，这个地方你看，哎，往上，对吧？你看你的每一个叶子的翻转，它都是呈现在什么，在这个枝干上面的啊。蘸一下藤黄啊，多放点胭脂。你看这种地方应该有什么？有一个这种包起来的小花萼一样的包住它啊。你看，小花萼一样包裹起来。然后旁边你看这里啊，加几个特别嫩的啊，特别嫩的小叶子。嫩叶子呢是藤黄啊，嫩叶子是藤黄。谢谢，藤黄加点曙红。看我这一张都画完了，还没下播，还没11点啊！妈呀，藤黄加点曙红啊！这画的多呀，这藤黄加点曙红，一点点。你看，我在这个角落里啊，加出一个什么呀？加点这个，你看。小小的啊，你看，哎，小花枝画完就睡觉，对啊。添几个，你看比较小的啊，这个小枝干。添几个比较小的小嫩芽，然后那个尾巴那里呢，也加点小嫩芽。这个角落里，10点半是我的生物钟。你看啊，这个尾巴这里啊，再加点。藤黄加点曙红，藤黄加曙红就行了啊！你看这个小单面的这个地方，我叶子哎，加点比较小的小嫩芽，小嫩芽。小嫩芽的叶子你稍微多加一点，藤黄加点曙红啊。对吧？稍微多加一点这个嫩芽这一块。好的，这个嫩芽这一块啊，稍微多加一点啊，稍微多加一点点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就嫩芽这一块，你看稍微多加一点点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画什么？画一只小鸟，画一只小鸟。然后我们在这个边上啊，花青和墨，对啊。然后你看，这整个画面，你看旁边这上面加一只鸟啊。现在我们可以把花蕊先点一下，趁它干啊，把花蕊先点上。点花蕊很重要的啊。首先我蘸点胭脂啊，毛笔蘸的是胭脂。胭脂呢，我的猫，阿宝，忙去了他有事忙。蘸点胭脂啊，你看，笔蘸点胭脂。你看这个上面这个花心处怎么画？你看，哎，对吧？加一个小小的大宝睡觉，小小的小雌蕊啊。然后呢，很多人在关于画这个花蕊的时候，你看看好了。我们用太白加丝儿啊，笔蘸太白，太白呢加点丝，笔蘸太白的颜料啊，你看笔蘸纯色太白，然后加丝儿，对吧？这个丝怎么画啊？你看好喽，这个花心处你看1、2、3，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因为我这里边我加了这个。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因为我这个地方的，就是咋就不黑呢？你看啊，我们这个丝儿花瓣，你看往哪加？你看这儿还能穿，这就好啦。然后我教过你们啊，我说画花蕊是怎么画的？花蕊直接对着这个黄色的这些花蕊啊，你直接就顶着什么呀？花蕊你就对着这个
一根白丝，每一根丝加3个蕊。每根丝加3个蕊，知道吧？你看，看见了没有？对，每一根丝啊加3个黄色的蕊。所有丝儿都是一样啊，一根丝加3个蕊，你看，按下去，对吧？按一按，花蕊，对，一根上面加3个蕊，但是可以更多啊，那也没关系，对吧？多一点其实也没关系啦，看你自己喽。对吧？简单的啊，加一点蕊在上面。OK 啊 ，OK， 这样的一个花蕊就出来了啊。让你看，让它立起来点，整一个让它稍微立起来点，这个蕊丝啊，沾点清水，继续的，对吧？整一个让它立起来点，谢谢啊，咪咪啊。整一个把它立起来啊，立起来。画的还不好啊，还不到出书的标准啊。对，还不到出书。好，继续的啊。那种随随便便找出版社或者是自己去打印的这种都不要。我们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出版社搞合作，我才可能会接。对，可能会去接。OK， 你看这个呢，叶子就画好了。然后我们用一个叶脉啊去画我们的墨汁加胭脂啊。浓墨蘸胭脂啊，浓墨加胭脂啊，浓墨加胭脂，自己不打印也随便的，一般小出版社我们也不接。OK， 继续走。把叶脉稍微勾勒一下，你看这个叶脉怎么勾的？看见没有？朝里边勾啊，朝里边勾，上面也是一样，下面全部先勾上啊，你看，对吧？一个一个的小叶脉勾的稍微细一点啊，稍微细一点，这个地方的角度问题要找到。对吧？小叶子，你看给它把角度给它找对了啊，角度找对。你看这个大叶，点一下勾出来一个大叶子。你看我的叶脉很少，叶脉比较少，叶脉不多啊，叶脉不多。那基本上这样一个构图就完成了。然后画什么？画小鸟。这样我们开始画什么？画小鸟啊。因为你画到这儿，花头会重，得画到这儿去压。画一只鸟，在这儿画一只鸟去压它，知道吧？把这一个整张构图给它压出来，因为你不压这边重这边轻了，知道吧？左边重右边轻，所以我们在这儿画只小鸟。对，我教你们如何画一个简单的鸟，如何画一只非常简单的鸟。认真听啊，认真听，非常容易。看一遍就会了，直接看一遍就会了啊！这个鸟，哪只鸟吧？你喜欢的啊 ？OK， 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在画面的，你看啊，左右啊，右边，对，它就是写字啊，就是行书的用笔啊，本身就是写出来的啊。OK， 继续。脑子里打草稿吗？打草稿，上课前就打完了，OK， 我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下画一只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造型。比如说我这个鸟，我想把肚子画在这一块，这个地方啊。所以说你画之前必须什么？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，就这个肚子画的这个地方，这个鸟它能不能站上去是最关键的。比如说我想好这个肚子啊，或者你可以像我这样，你看拿一支铅笔出来，拿一支铅笔啊也可以，你看。
可以把位置先确定一下。很多人画画没有个准，他没准头的。你看，像这样子，比如说我想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哎，好，我的肚子啊，这个鸟的肚子画下来一点，画到这儿，对吧？画到这个贴起来，哎，往上翘一点点啊，一个肚子，就是你一定是可以用一个整体，你看，比如说这个地方，给它用这个笔，你看给它确定一下，比如说我让这个地方画个肚子啊，画这儿就可以了。你把它的最基本的位置先确定好。好，毛笔沾一点我们的墨汁啊，毛笔沾一点墨汁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你在画之前一定要一个简单的定位。好，笔沾一点墨汁，看这里啊，要有一个基本的定位。如果你没有定位的话，那你直接画它就不行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OK， 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啊，开始画一个鸟的嘴儿，鸟嘴儿。看好了啊，我镜头拉的比较近啊，拉的比较近。一般情况下，这个嘴巴先画的啥？你看，点横过来，长一点啊，大概就这么长。而且这个鸟嘴啊是什么呀？中间长，然后呢，往下一点，你看，一定要注意往下面折一折，能看到细节吗？往下折一点点，往下折一点点。然后你看啊，上面先画点，往上弯上去，停。这两个看到细节，这个点和这个点成什么线？成一条直线，明白打个一。这个点和这个点成一条直线，明白打个一。然后下面这个嘴，你看，哎，给它稍微短一点点，你看合起来，停啊。这个嘴巴最短，这个直线一定要对出来，直线一定要对出来啊。然后你看这个眼睛，你就画在这个地方了。对吧？画出一个小眼睛，就是因为它这个，你看这个地方是一条直线，是一条直线，然后呢，直接在下面这个地方加眼睛，它的位置是刚好的，听懂了没有？你只要按照我说的留一条直线之后，它的位置就会刚好，对吧？一个小眼睛就加出来了，小小的，不要太大。跟这个你看，跟这个地方基本对齐，如果你没有对齐，你就看把它加高一点，跟这个嘴给它对齐啊。跟嘴对齐，然后你看在前面点一个小点，后面点一个小点，前后各点两个点，它的眼角就跟咱们人的什么呀？人的眼睛不是有两个尖尖吗？眼睑，这个鸟也是一样，加两个小眼角啊，小眼角，明白了吗？加一个尖尖，呈现出一个小眼角出来啊，小眼角。然后你看整体画完以后呀，哎，在这个嘴巴上面看1、2、3、4什么，加几个小毛毛啊，加几个小毛毛。开始加什么呀？你看刚才我们用铅笔，你看我搁这儿画了个形儿，画出它的头部啊，头部你看，轻轻的给它顺下来，轻轻顺下来啊，顺一个它的头部。记得你看它的头一般都是什么？是圆球形状的，你看，对吧？一个小头部。好，这个上面你看，轻轻点一点，点出什么？一个头，你看斜过来，理解了没有？斜着画，把这个头先点出来。我把这个画法告诉大家，你看，哎，看到了吗？是不是个小头已经出来了？小小的头啊，你看这个旁边给它，哎，慢慢的加的黑色一条小线线，对吧？加一条小线。可以截图的，其实你们，因为现在如果截图的话，你们会比较好学一点。截完图了吗？对你图截完了吗？截完图打个1，点点小线线，截完图打个1，很好。然后你截完图以后，你看我们一分为二，从这个眼角，你看我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在这个地方啊，你看我一分为二，斜下来，把它一分为二，从这个地方你看啊，哎，折下来，点，你看折进来。从哪折呀？从这个你看眼角，从这个啊血液，从这个地方你看折下来，折到下面去，到这个地方是它的翅膀。你看从这个地方肚子把它画鼓一点啊，你看分开点，你看点，你看肚子要鼓出来，往下鼓啊，你看鼓出来，再长一点，然后到这个下面你看拉起来。
这个鸟的基本造型不就出来了吗？这样好理解吗？然后你看背部这个地方向里边折，你看，哎，边折成什么呀？圆锥体，这是圆锥体。你看这里有一个啊翅膀造型，然后上面你看稍微扩开一点，稍微扩一点，很画眉是吧？好，扩开一点，你看它的一个造型就出来了，理解了吗？造型就出来了啊。基本上你把简单的这个底座打完就行，底座打完，然后你看顺着这一边开始加，你看1、2、3，我把这个线给你们画出来，我怕你们看不懂啊。你看这个线，加几条线，对吧？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你看，这是一个小钩，对吧？画一个小钩，2个小钩啊，3个小钩，4个小钩，这小钩是从里由里到外画，好，加长。二宝，你再吃，我就不给你买零食啦。你给我手放开。没有，你再给我乱吃，我就不给你吃零食了啊。猫粮不吃，天天吃我的零食。好嘞，你以后没有零食，我警告你啊。所以说以后没有零食了。你看啊。麻烦的那个东西我们就不弄了。然后你看这时候怎么画？简单对吧？你看，哎，笔尖点按一下，你看按一下，啊，压大点，你看，好，一下两下，一下两下，一下两下，学会了吗？这个翅膀不一笔笔画，那你就麻烦死了。好，你看点，擦，学会了吗？这个翅膀简单不？打一勾啊，打勾，这也是一样啊。你看，1、2、1、2，加长一点啊，这个翅膀就出来，学会了啊，简单的啊，简单。好，下面继续这个地方，你看笔尖，你看点按一下，按出比较宽的一笔。好，其余细一点把它补起来。这个鸟的翅膀不就尾巴也就出来了，尾巴也就出来了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墨汁啊，蘸一下墨汁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然后你看，点一个眼睛，点在中间，
点在中间啊，点中间。然后你看前面啊有一个肚子啊，不有一个脚啊，脚我们先画什么呀？先画你看肚子往前，它的脚一般是这样出来的，朝这一边你看点一下，然后呢这个爪子勾起来向上折起来啊，一只脚，对吧？折起来，这个地方点向外勾进去，对吧？向外你看给它勾进去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你看我一步步画给你们看，你看斜点擦加进来，一个小勾勾就出来了。然后加一个什么呀？它是折着的，但是你看笔尖点往上，别人长在里边的，对，别人是长在这里边的。那另外一只爪子在这儿啊，在这个地方，你看让它站上去很重要，对不对？让它站进去很重要。你看它的整体造型是点一下下来一个小勾，对吧？朝里边折，对吧？这样一个小鸟啊，它就站在我们这个枝干上面了。你让它站上去啊，站上去很重要。然后呢，整体画完之后呀，你涂个颜色就好了。毛笔蘸一点什么？蘸一点我们的黄色，简单好上手啊。蘸一点黄色或者赭石去染一下啊。我刚才用的赭石呢，你看随便蘸点颜色，你看蘸一点黄色，你看蘸点赭石，简单的用一点浅色去画就行，不用很在意它的这个色。我们写意的话就比较简单，你看，对吧？镀一镀就好了啊。这个很简单吧？简单好上手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这个是不是超简单？这个现在花鸟不害怕了，我每天讲，你还害怕啥呀？你看这个里边，你看用这个小毛毛给它叠一叠，对吧？简单的给它叠一叠，然后你里边这个用一个颜色比较淡的花青，你看啊，这个地方是个淡花青，你看一扫，对吧？淡花青一扫没站住，有，那你下次把它画站住就好了啊。下次你把它画站住就行啊。你说站住别动，你跟他说站住别动，他就站住了。然后嘴巴呢，用点这个黄色颜料去染一下啊，橙黄沾一点点这个曙红，一点点。你看笔尖儿给它往下点一下，嘴巴点一点点啊。然后你看继续的这个地方呀，我们加点什么呀？加一点点这个眼睛上加点绿色啊。然后呢，再挑一点点的白颜料在眼白上面，一点点白色啊，在眼睛上面。然后周围一圈，你可以你看用白颜料去给它走一圈，眼睛给它走出来。OK， 对啊，下次你就这么画，这样它很好画啊。这样它的一个整体的东西就很简单又很好画。